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种西红柿，还有黄瓜。那我现在就开始了。今天我种3颗西红柿，我把它错开来种，这儿种一颗，这儿种一颗，再在这儿种一颗。首先啊，你看我把这个下面的枝条剪掉。多剪掉一些，把下面的枝叶修剪掉，一是为了让上面可以开花结果的枝叶可以吸收到更多的养分，二是起到通风的作用，三是以免下面的枝叶碰触到土壤而染上病菌。然后你看哦，这上面已经开花了，也应该把这个开花的剪掉。我们不希望它现在就结果，而是要让它往上长高，分出插枝，这样可以多结果子。好像这样的就可以种到地里去了。先在这里挖一个坑，挖深一点，把它的根系稍微把它弄松一些，然后我斜着种下去，这样斜着种下去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个斜着种下去，把这个枝干也种到土里面，这个枝干它会发很多根出来的，这样它的根系就发达了，西红柿也长得壮一些。我试过许多种种植方法，觉得这个方法是最省力有效的。OK，这样一颗就种好了。我这个频道呢，是分享种花、种菜、做饭的频道。我不是专家，也无法传授什么技术，只是分享在种花、种菜、做饭的过程中的体验和心得。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，重在过程嘛。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，接受失败给予的教训。也希望在我做的不对的时候，朋友们能够给予我指正和指教。以后呢，我也会在我种花种菜的同时，不定期的穿插着分享一些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和感想。朋友们在看我种花种菜的同时，听一些小故事，了解一下美国的民情民风，也不至于看我种菜种花看得无聊了。我要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不会去编什么故事的，我说的都是我身边的事儿。OK，我3颗西红柿都种好了，那现在我要给它们施点肥。现在我要给西红柿使这个叫 Tomato Tone 的有机肥，这是专门给西红柿的肥料。把这个肥料撒在西红柿的周边，如果把肥料直接撒在西红柿的根部，容易把西红柿的根烧死掉的。撒好肥料后，用土覆盖一下。好，现在我要去种黄瓜了。黄瓜呢，我就种在这一块儿，这样黄瓜就可以顺着这个铁栅栏往上爬。这边的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要给这边加一点营养土。黄瓜也要种在半阴半晒的地方。
去年我就把它们种在全日照的地方，结果全被晒僵掉了，颗粒无收。我在这儿只种2颗黄瓜，这小盒子里有2颗黄瓜，我要把它分开。这是我自己育的苗。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关于老外这个称呼。我们华人喜欢把不是华人的人叫老外。我老公有一个美国同学，中文非常好。有一次我们在纽约的街头，听到一对华人指点着一个美国人，说这个老外怎么的。他就走上去拍了拍其中一个华人的肩膀，用中文说：兄弟，谁是老外？那一刻，我看到那一对华人好尴尬哦。所以说，不管在哪里，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对别人说三道四。你以为别人听不懂，其实不然。如今美国人会说中文的大有人在，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被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人听到了。我们人在国外，我们自己才是老外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也经常听到一些华人朋友叫他们的美国老公为我们家老外。在美国，真的不知道谁是老外了。你认为美国人喜欢我们称呼他们为老外吗？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在下期视频里再跟大家分享。这里面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。那现在这2颗黄瓜就种好了，我要把下面的这个叶子剪掉。这边这株呢，这2颗叶子我暂时留着，因为这个上面的叶子不多，所以我留的这2个叶子给它起光合作用。这2颗黄瓜我就暂时不给它们施肥了，因为它们还太小，我怕施了肥以后对它们反而不好，所以等它们长大了一点，我再给它们施肥。我给黄瓜施的也是这个 tomato tone 这个肥料，因为黄瓜和西红柿需要的养分是一样的，所以用同样一种肥料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现在就给西红柿和黄瓜浇一下水，那么今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。好了，我今天的西红柿和黄瓜都种好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